前4位熟悉的人物，该不会是……完了！我穿进沈氏风云了，我成原著里那个炮灰保姆。后期沈景耀东窗事发，我被无辜牵连开除，我只想摸鱼拿工资，不想卷入豪门血海深仇啊！好，燕慈，城南新能源的海外单子居然真被你拿下了，不愧是我沈振宏的儿子。运气好而已，查出了项目里几个吃回扣的蛀虫，顺手填了亏空。罗恩先生看中我们的诚意，就签了。明天下午去南郊高尔夫球场签最终合同，这单要是成了，你在集团就算彻底站稳脚跟了。我下午亲自开车过去。哥真厉害，连这种烂摊子都能收拾好。不过下午天气预报说有暴雨，去南郊那段高速不好走，哥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多谢关心，我心里有数。凭什么？一个修车的泥腿子，凭什么接手城南的核心项目？沈燕慈，这是你逼我的，想在沈氏站稳脚跟，我让你今天就横尸街头！雨大，按计划动手，做干净点。沈氏集团今日股价持续走高。我靠！沈景耀这白眼狼笑得比鬼还难看。他说下雨要注意安全，放屁！原书剧情里，沈燕泽就是今天下午上的高速，刹车失灵，连人带车翻进护城河，抢救了3天3夜，差点成植物人啊！小芝，你刚才说什么？夫人，我没说话啊，我就是觉得这花瓶今天格外的亮。夫人这是怎么了？难道更年期犯了？我得离远点，免得被扣工资。不过沈景耀够狠的，给李老八的30万就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现在就藏在车库保安室的饮水机后面。那个独眼保安李老八，估计这会儿已经在摸老虎钳了吧？不过随便啦，今天又是摸鱼的一天。景耀呢？在楼上房间，说是下午要去分公司开会。哼，开个屁会！他肯定是在房间里等独眼李老鸭发誓成的短信呢。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我要不要偷偷溜去地下室，把沈燕慈的大 G 轮胎扎爆？车开不出去，就上不了高速了吧？但是扎爆大 G 的轮胎要赔多少钱啊？我卖了都不够吧？要不还是算了吧，工资最重要。沈燕慈吉人自有天相，阿门。有钱人就是好命，开这么好的车，妈的，30万，干完这一票，老子就回老家盖大别墅，再也不用在这个破地方当看门狗了。断了吧你！反正外头下着百年不遇的暴雨，高速上死个把人，交警也只会查出是雨天路滑，车辆失控。呸！要怪就怪你那个贾少爷弟弟太心狠，下辈子投胎放聪明点。谁在那儿？哟，是大少爷呀！这大雨天的，您怎么亲自下来了？是要出门吗？我这就去给您开车门。不急着走。大少爷，您这是？雨太大，我下来抽根烟，顺便看看你们保安室的环境。大少爷，使不得！保安室里又脏又乱，全是我们这些粗人的臭汗味儿，别脏了您那双金贵的鞋。你想抽烟，我去给您搬椅子。让开！大少爷，真不合适。别动那个！30万旧钞，
重量倒是刚刚好。哼，沈景耀出手，还是这么小气。大少爷，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那是我老家拆迁赔的钱，我怕存银行被我那个败家娘们拿走，才藏在这里的。您高抬贵手啊！拆迁款，李老八，你5年前因为聚众娱乐被高利贷追杀，老婆带着孩子早跑了。你哪来的拆迁款？你怎么知道？你以为沈景耀找你做事，我就查不到你的底细？我以前在城西修车铺干活的时候，见过多少你这种为了钱连命都不要的烂人。说，刹车线你拧慢了几扣？大少爷饶命啊！大少爷，是二少爷，不是沈景耀那个畜生逼我的。他说如果我不干，就找人弄死我。他说只要弄松底阀的3扣，下雨天上高速只要一踩急刹车，管管就会崩断。我也不想杀人啊！不想杀人，把钳子拿出来。大少爷，你以为你拿了这30万，真能活着走出南海市？你什么意思？沈景浩那种人，自私阴毒到了极点，他连养育他20年的父母都能算计，连我这个亲兄弟都能痛下杀手。你觉得他会留着你这个知道他底细、随时可以敲诈他的把柄活在世上？这30万不是你的跑路钱，是你的买命钱。只要我今天出了车祸，明天你的尸体就会漂在护城河里，警方只会定性为畏罪自杀。你们这种社会边缘人，死了一个，连个报警寻人的家属都没有。我糊涂啊！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了。大少爷，求求您发发慈悲，您报警吧！您现在就把我抓起来，在牢里至少还能活命啊！大少爷，我求求您了。报警，那太便宜他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他喜欢玩猫鼠游戏，我就让他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猎人。大少爷，您这是……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一会儿警察来了，该怎么交代，不用我教你吧？立功减刑还是负隅顽抗，你自己选。记住了，人作孽不可活。爸，证据拿到了，对，人赃并获。好，您那边可以收网了，告诉法务部准备起诉书，我要让他把底裤都赔进去。放心，10分钟后，市局的刑侦大队会准时抵达别墅。言辞，你记住，对付这种畜生，绝不能心慈手软。我明白，这种人不配得到救赎。沈燕慈啊，沈燕慈，你不是能耐吗？你不是能吃苦吗？我看你今天到了阎王爷那儿，还能不能这么硬气？沈家唯一的继承人，该去安抚痛失娇子的父母了。爸妈，外面的雨越来越大了，天气预报说是10年不遇的暴雨。我刚才给燕慈发微信，她没回，打电话也提示不在服务区，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来了来了，奥斯卡影帝带着他的虚伪走来了。他不仅发微信，他肯定还收到了独眼李老八的完工短信，这会儿心里指不定在怎么放鞭炮呢。他还喷了香水，给谁闻啊？给沈燕慈上坟用的吗？哦，你这么关心你哥哥？当然，虽然燕慈刚回来，可能对我有些误会，但我们毕竟是血浓于水的兄弟。我是怕他没开过这种暴雨天的高速，大 G 底盘又高，万一遇到水坑打滑或者刹车出了什么故障，那就危险了。
我操，这心理素质绝了！自己找人剪的刹车线，现在居然大言不惭的拿出来当免责声明铺垫。他是不是觉得爸妈都是傻子？等会儿交强队打来电话，他就能完美隐身了。景耀说的对，不过燕慈吉人自有天相，应该不会有事的。妈说的是，但是爸，下午3点就是和罗恩先生签城南新能源最终协议的时间了。罗恩那个人时间观念极强，最讨厌别人迟到。如果燕慈因为大雨耽搁了，或者真出了点什么意外去不了，我们沈氏不能失去这个上百亿的单子。那你的意思是？爸，城南项目前期我也参与过，我对新能源板块的了解绝对比刚回来没几天的燕慈要深。这人脑子里装的是泔水吗？他是不是忘了1个月前他为了拿城南项目的回扣，私下里想给罗恩的助理塞钱，结果被罗恩直接拉进了黑名单。人家罗恩先生点名道姓，只要沈燕慈对接，他现在去打电话，这不是把脸伸过去给老外抽吗？难得你这么有大局观。好啊，你现在就打给罗恩，开免提，让我也听听你是怎么安抚外宾的。这是谁？罗恩先生下午好，我是沈氏集团的沈景耀。来了，社死名场面！这货是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老外马上就要暴怒了。石景浩，你这个骗子，你为什么还有脸给我打电话？罗恩先生，您误会了。是这样的，我哥哥沈燕慈今天因为暴雨，可能在路上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意外，无法赶赴现场签约。为了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沈氏决定由我全权接手城南项目。我现在正在和我父亲一起。放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吗？你的那份新能源计划书里面的利润可算全是假账，你还企图贿赂我的团队。我告诉你，我只认沈燕潭先生，他不仅查出了项目的漏洞，还帮我们规避了3000万美元的风险。除了他，沈氏的任何人我都不会签。可是罗恩先生，燕慈他真的有可能来不了了，万一他出了车祸。如果沈燕慈先生来不了，那这个项目就立刻终止。还有，别用你那虚伪的口吻跟我说话，你不仅是个糟糕的商人，还是个毫无教养的混蛋，见鬼去吧！爽！这老外骂人太带感了！你不仅是个糟糕的商人，还是个毫无教养的混蛋。这句话简直可以刻在沈景耀的墓志铭上。偷鸡不成蚀把米，想抢功劳，结果被当众处刑，这脸都快被打肿了吧？爸，罗恩他对我有很深的偏见，这是因为燕慈之前在罗恩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抢了我的功劳。够了！还嫌不够丢人现眼吗？人家外商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和诚实诚信，你呢？你脑子里除了算计自己人、抢夺全部，还有什么？景耀，你刚才一口一个燕慈出了意外，出了车祸，你是预言家吗？还是说你巴不得他出事？妈，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真的是担心他呀。他一个以前修车的，哪里懂得怎么应对商场的尔虞我诈？我只是想替家族分担压力。这脸皮厚度，防弹衣看了都流泪。都这会儿了，还在咒亲哥死，还在惦记家产。他不会以为沈燕慈现在已经连人带车泡在水里了吧？景耀，让你失望了。我的车刹车很灵。你怎么还在家里？你不是应该在去南郊的高速上？是啊，我本来应该在高速上，但我突然想起来，车库里好像有几只肮脏的老鼠，不清理干净，开着不顺手。30万现金买我一条命，沈景耀，在你的世界里，人命就这么贱了。上马了！
假的，这是栽赃！爸妈，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李老八，我也没发过这种短信。沈燕慈，你为了把我赶出沈家，真是煞费苦心啊！居然花钱买通车库的保安来做局陷害我！一条没有署名的短信能证明什么？谁知道是不是你拿着保安的手机自导自演？哇塞，这倒打一耙的功力不去当壮士真是屈才了！自导自演，大哥，你是不是忘了10分钟前你亲手把那部发短信的黑色不记名备用手机扔进了你房金龙鱼鱼缸的过滤槽里？你不会以为沉进水里数据就彻底销毁了吧？现在的防水手机了解一下。陈忠博，老爷，您吩咐带2个保镖去2楼景耀的房间，把他那个养金龙鱼的鱼缸过滤槽拆了。爸，你说什么鱼缸？我房间里怎么会有那种东西？心虚了吧？腿软了吧？还在这装傻充愣呢？赶紧的吧，一会儿手机拿下来，看你还怎么狡辩！既然你说是栽赃，那就让陈忠博搜一搜。真金不怕火炼，如果你没做过，那手机自然是不存在的。你急什么？老爷，确实在2少爷房间的鱼缸过滤底槽里找到了这个。来，解释一下，这部发出了雨大、按计划动手指令的手机，为什么会好巧不巧地躺在你的鱼缸里？这也是我提前潜入你房间塞进去的。不是我，一定有佣人被你收买了。对，是佣人放进去的。老哥，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还赖佣人呢？你买通保安的那30万现金又是怎么来的？你所有的银行卡、信用卡上月就被老爷子冻结了。你敢不敢说，你昨天下午偷偷溜去老金当铺，把爷爷80大寿送你的那块全球限量版百达翡丽抵押了30万，当票现在还夹在你书房那本厚黑学的第48页里呢！畜生！你把你爷爷送你的传家表当了！你这个畜生！去他书房，把那本什么厚黑学给我拿下来！我操，老板他真的有读心术啊！没钱了，可以去挣；没本事可以去学，但你千不该，万不该，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去践踏别人的命。你所谓的豪门教养，就是教你怎么用最龌龊的手段去杀人吗？是我干的，对，就是我干的，那又怎么样？我被你们养了20年，我为了这个家当牛做马，到头来呢？他一个修车的泥腿子一回来，你们就把我当成垃圾一样踢开！我不服，我就是要他死！你从来都不是垃圾，我们给过你机会，甚至审视旗下2家的子公司的股份，保你一世富贵。是你自己贪得无厌，是你心术不正。沈家绝不容忍一个残害手足的罪犯。爸！救我！我不想坐牢，我是你们从小养大的儿子，你们不能这么狠心！恶心！配合警方调查，从今天起，沈氏集团的法务团队将全力协助检方，对这起雇凶杀人未遂案追究到底。他不再是我沈振宏的儿子。Yes！
大快人心。我不要走！善恶到头终有报，想杀人就要做好被反杀的准备。不过这只是个开始吧。豪门水这么深，沈景耀背后万一还有人指使呢？比如一直想吞并沈氏的秦家。秦家。是的，沈景耀是个蠢货，但他能这么顺利地联系到地下黑市的当铺，还能精准避开几个安保系统，背后如果没有人推波助澜，绝不可能。今天一开盘，集团的股价就遭遇了恶意做空。景耀被捕的消息，警方那边还在保密阶段，但显然已经有人提前走漏了风声，想趁虚而入。还能有谁？景耀那个蠢货，自以为聪明，肯定是被秦家当枪使了。秦家那个大少爷秦浩宇，一直对我们城南新能源的项目虎视眈眈。原书里，贾少爷就是被秦浩宇忽悠瘸了的。这会儿秦浩宇肯定以为沈家因为家丑乱成一锅粥了。我记得原剧情里，今天上午10点，秦浩宇就会带着一份伪造的电池衰减报告，去南郊高尔夫球场截胡罗恩先生。而且那个高尔夫球场的经理早就被秦浩宇买通了，连沈家的车都不让进。爸妈，秦家既然想玩阴的，那就让他们玩。我10点去南郊高尔夫球场会一会这个秦大少。不过今天签合同，外商喜欢喝传统的中国茶，泡茶手艺不错，跟我走一趟。大少爷，我就是一个保姆，我连高尔夫球杆都不会拿，我去那种高端场合不合适吧？救命！我不想去商战现场当炮灰啊！秦浩宇可是个疯狗，万一打起来溅我一身血怎么办？我的工作范围只在沈家这几百平米里啊！我要下车。小芝啊，这不是去当炮灰，是让你去长长见识。燕慈刚接手集团，身边缺个机灵的人照应，你今天就当他的临时助理，这个月给你加双倍奖金。好的，夫人，大少爷，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我这就去拿最好的大红袍。双倍奖金，早说呀！别说泡茶了，秦浩宇要是敢动粗，我一茶壶抡死他！打工人绝不认输。而我们秦氏的最新技术，衰减率只有不到2%，数据是不会骗人的。谁才是更好的合作伙伴，一目了然。如果数据属实，那沈氏的方案确实存在致命缺陷。什么人敢在秦家的地盘撒野？秦少，好久不见。沈燕慈，谁让你进来的？这里已经被我包场了。保安呢？保安死哪儿去了？罗恩先生，抱歉我来晚了，路上处理了几只拦路的野狗。哇哦，这口音绝了！原书里说秦浩宇刚才还嘲笑人家看不懂方程式，等会儿看他怎么把你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哟，沈大少，别以为就你能装精英，商场看的是实力和数据。你那套破电池方案已经被我拆穿了。罗恩先生现在要和我们秦氏签约，你这个修车工，还是赶紧回你的修理厂去吧。第三方实验室报告，是麻省理工的赵启明出具的那份。是又怎么样？赵启明是业界权威，他的签名就是铁证。业界权威？秦浩宇，你这个大冤种！你花了300万买通那个赵启明造假，你难道不看外网新闻的吗？赵启明因为学术造假，昨天晚上刚被马瑟里国校方公开发布声明开除了。而且，秦氏的那个什么新型电池，用的根本不是新型高分子材料，而是廉价的液态电解质，在高温高压下有15%的概率会直接发生热失重爆炸。这可是移动的定时炸弹啊！
这是昨晚发布的通告。秦少爷，你嘴里的业界权威不仅学术造假，甚至还收受贿赂。你拿一份骗子的假报告来诋毁沈氏，这就是秦家的商业道德。我不知道，这可能是竞争对手对赵武明的诬陷。罗恩先生，你不要听他胡说，我们秦氏的电池技术绝对是业内顶尖，简直是商业版战神。业内顶尖？秦浩宇，你确定你们的核心材料用的是高分子固态聚合，而不是为了压缩成本，偷偷替换成了极其不稳定的廉价液态电解质？什么？液态电解质？秦先生，你知不知道这是欺诈？这是谋杀！我没有，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下彻底抬不起头喽。全完了，爸不会放过我的。他怎么会知道？这是秦氏最高级别的商业机密，连研发部内部都只有核心的几个人知情。沈燕慈这个修车工是怎么知道的？那种廉价电解质在常温下确实数据漂亮，但只要环境温度超过45度，或者受到剧烈挤压，失通概率高达15%。把它装进新能源汽车里，你卖的不是车，是移动的炸弹。你是想让罗恩先生的百年品牌彻底身败名裂吗？你混蛋！你是个骗子和杀人犯！沈燕慈，你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用了廉价材料？你就是嫉妒我们秦家！还嘴硬呢！秦浩宇这个蠢猪，为了方便随时查看造假数据，把真实的核心实验数据就备份在他随身带的那个加密 iPad 里。密码是他那个小嫩苗的生日0909，敢不敢让人当场查验啊？秦少，既然你口口声声要证据，不如把随身带的那台密码0909的 iPad 拿出来。原来证据就在他身上，给我搜！放开我！你们敢！沈燕慈，你不得好死！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滔天罪证。完了！滚！滚出去！秦氏集团从今天起列入我们全县业务的永久黑名单，我会向国际商会提交商业欺诈调查。沈先生，刚才多亏了您，我们立刻去隔壁签署正式战略合作协议。罗恩先生客气了，合作愉快。罗恩先生，您消消气，喝杯中国茶压压惊。这是我们沈氏专门为您准备的特级大红袍，最能凝神静气。沈先生，我为我刚才的动摇向您道歉。您不仅具备卓越的商业眼光，还有着令人敬佩的专业知识和正义感。和您这样的人合作，我感到非常安心。商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而不是弄虚作假。沈氏从来不屑于用卑劣的手段去赢，我们靠的是实力和诚意。说得好！绝了绝了！这场商战打得太漂亮了，没有歇斯底里，全靠智商和信息差降维打击。这波配合，我给沈大少打满分。看来我这个月双倍奖金是稳了。公工人打工魂，打工才是人上人。二位，为了庆祝这次完美的签约，今晚我在君悦酒店设宴。罗恩先生盛情难却，晚上见。君悦大酒店，帝王蟹我来了。秦家绝不会善罢甘休，沈景浩在看守所里，也一定还会做垂死挣扎。不过，那又怎样呢？只要我不死，沈氏就轮不到那些宵小之徒来觊觎。请。
今天这瓜真大，太刺激了！怎么，沈大少爷刚签完城南的100亿大单，就迫不及待的来这阴暗潮湿的地方看我的笑话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定了？你的笑话还不需要我特意抽时间来看。我是代表集团法务部，来给你送几份补充诉讼通知书。哼，起诉我，沈燕慈，你别以为买通那个独眼保安做伪证，就能把我钉死在里面。我告诉你，我已经联系了南赏市最顶级的刑辩大师王明远，而且秦家的大少爷秦浩宇亲口答应过我，只要我咬死不认，他会动用秦家的关系把我捞出去。哇靠！这人脑门上是刻了绝望的傻福4个大字吗？他还指望秦浩宇保他？秦浩宇昨天在罗恩面前搞虚假数据，导致秦氏集团不仅被罗恩拉黑，还面临国际商会的反欺诈调查。秦家老爷子气得高血压发作，连夜把秦浩宇的职务全撤了。现在秦浩宇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管你这个在局子里的弃土？秦浩宇，你指的是那个因为涉嫌伪造商业数据、行贿海外专家，昨天下午已经被秦氏集团董事会全票罢免了所有职务的秦家前大少爷吗？你在胡说什么？不可能！秦家在南掌市一手遮天，怎么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儿？一点小事儿，大哥，秦家股票今天开盘直接跌停了。而且，秦家为了自保，已经连夜向警方提交了你主动找秦浩宇泄露沈氏商业机密的录音。你现在在秦家眼里就是一坨亟待切割的不可回收垃圾。不仅如此，秦氏集团为了自证，已经向市局经侦大队提交了你意图贩卖沈氏底价的实锤证据。景耀，你被你的盟友当成用完就扔的弃仔卖了。好一个秦家，过河拆桥是吧？但我沈景耀还没输。沈燕慈，你以为断了我的外援就能逼我认罪？做梦！我手里还有钱，我账户里有整整几千万。只要王明远肯接我的案子，我就能把这场官司打上3年5载。我拖也要拖死你们！还搁这儿做梦呢？王明远，那个收了你500万定金的王大师？拜托，王明远就是帮秦浩宇伪造假账的核心同谋啊！昨天罗恩一发火，王明远当晚就订了去东南亚的机标，连夜跑路了。你那500万定金，就当是给他赞助跑路费了。大怨种！你说的王明远，是那个昨晚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试图在机场海关闯关出境，结果被当场逮捕的王某吗？如果是他，你可能得去隔壁的经济犯罪看守区，跟你的王明远横租一间牢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坐下。你少拿这些话来炸我！我还有底牌，我这些年在沈氏的油水不是白捞的。我在海外开了一个离岸账户，里面有整整5000万，那是我用化名开的，警方根本查不到。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在里面过得舒舒服服，我照样能请最顶级的律师翻盘。5000万离岸账户，沈景耀，你这个大冤种！你是不是忘了你的离岸账户是挂在你那个网红前女友夏丽名下的？警方是没查到，但夏丽查到了呀。昨天你一出事，夏丽连夜把钱全部卷走，带着她的私人健身教跑去夏威夷结婚了。人家还在外网发了沙滩比基尼照片，感谢你这个大自然的搬运车呢。你说的是这个账户吗？很不巧，你最信任的夏丽小姐刚刚在夏威夷的黄金海淀举办了盛大的订婚派对，这是她晒出的鸽子蛋大钻戒，以及清零的账户余额截图。贱人！你们都是贱人！
来，今天这杯酒，敬我们沈家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定海神针。言辞，爷爷为你骄傲。爷爷、爸妈，以后沈家有我。这帝王蟹真好吃，要是能天天吃就好了。不过我也该考虑考虑未来了，毕竟现在剧情走完了，我这个吃瓜保姆是不是也该杀青卷铺盖走人了？我的高薪工作啊，舍不得。打开看看。职位：沈家内部监督顾问兼总裁特助，基本月薪30万，年终分红，包吃包住包耐心年假。芝芝啊，这段时间你为了我们沈家，心里没少操劳吧？我们沈家不是过河拆桥的人。你虽然年纪小，但看人的眼光毒辣，心思也正。以后这沈家大宅的佣人排班、物品核查，还有燕慈在外面的应酬，你都跟着当。只要沈家不倒，这个金饭碗你就端一辈子。资本家居然有良心了！30万月薪，这简直是进了神仙养老院。以后谁要是敢再打沈家的主意，我第一个跳出来喷死他！心跳快炸了！沈燕慈也太温柔了吧！平时冷冰冰一个人，现在居然给我披外套擦嘴。30万月薪就算了，这人也太戳我了吧！不用怕以后离开沈家，合同是终身聘用，我不会放你走。大少爷，你为什么一直留着我啊？我只会心里碎碎念，没什么大本事的。别人只会对我假意奉承，毫无感情。只有你，所有真心、担忧、直白的想法，全都藏在心底，能提前护住我们一家人。有你在，我才少走无数弯路。不只是特助、顾问，往后南港所有的风浪，我都挡在你的身前。不用你再为生计发愁，不用你提心吊胆卷入纷争。救命！这是什么告白台词？穿越来打工，居然收获豪门男主的偏爱，我上辈子积了什么福气？